这已经是今年的第4次霜冻了，天气真是一天比一天更冷了。看着蓝莓叶子上已经是结了厚厚的一层白霜了，这些甜椒和辣椒算是都被彻底的冻死了。无花果呢，也是一个个的都给冻成小冰球了，秋葵也都被冻成冰棍了。现在的菜园看起来已经是一副冬天的景象了。这些香椿树上边也还都有叶子，不过看这趋势，用不了多久就会掉光了。现在这气温呀，才出来没多久，手都被冻僵了。这边所有的耐寒蔬菜都被我们保护起来了，能盖的全都给盖住了。看这4、9菜心儿，有些叶子太高了，顶在无纺布还有塑料布上面了，这部分已经被冻僵了。还有这边的这些也都是被冻坏了，里边是没问题的。按照现在的温度来看呢，也就是零下2、3度，这些菜被冻过的部分自己还是能缓过来的。不过缓过来之后呢，它的味道还是会发生变化的。这会儿阳光已经出来了，看这覆盖作物上面的白霜，慢慢的都快化掉了。再看远处，还是能看出白茫茫的一片，在这种绿色的叶子上。这枣树的叶子也都快落光了。我们这大菜地里边这些耐寒的青菜，绝大部分也都被我们用无纺布给保护起来了。还是想尽可能的让它们在温暖的环境下不被冻伤，尽快生长。这一排后边的部分，当时我们是找不着合适的无纺布了，所以没有给它盖起来。看看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看这是娃娃菜，现在看起来叶子都已经被冻硬了，看看硬邦邦的。我们可以中午的时候过来看看，看看能不能缓过来。当时也是觉得我们这批菜有点太多了，所以也没有特意的再找出更多的无纺布盖它们。看看这大白菜，叶子也是硬邦邦的了，这颗都有一点点要剥芯了。这其实也验证了，对于那些耐寒的蔬菜，我们为什么也想把它们给盖起来了，因为确实有一定的几率会被冻伤冻坏的。这些呢，大概率应该还是能缓过来的，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吧。如果是用无纺布给盖起来保温保暖的，像这种的话，再长1个月是没问题的，那个时候就可以剥芯了。这太阳光一照过来呀，感觉一下子就暖和了好多。哇，这水上已经是结冰了，看来这第4次霜降啊，真不是一般的冷啊！哇，我看这冰的厚度，已经是傍晚了。再过来看看这些覆盖作物，现在看起来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就像霜冻从来都没有来过，全都恢复了。这些覆盖作物的耐低温和抗冻能力可真是强啊！再过去看一眼娃娃菜和大白菜怎么样了？这娃娃菜呢，老一点的叶片都已经恢复了，但是嫩一些的叶片顶上呢还是有冻伤的。看看这颗还好，有一点点轻微的冻伤，没有太大的影响。另外几颗也都是，基本上都是轻微的冻伤，影响不是很大。不管是大还是小，在零下2、3度的低温下，还都是有冻伤的。这也是我们需要盖上无纺布的价值所在了。再看看后边的大白菜，看起来像是没有什么影响。看这叶片，基本上就是什么都没发生过。这边的也是完全没有冻伤或者是冻坏的痕迹。这是另外的品种的白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看来这大白菜还是要比娃娃菜的抗冻能力强多了。这零下2、3度的低温对他们来说真是小意思呀。有时候还真是挺佩服这些耐寒蔬菜的韧性的，真是百折不挠啊！早晨的时候已经被冻成冰片了，一天的功夫就完全恢复了，恢复的看都看不出来了。现在的天气呢也是反复多变，特别冷的天气暂时就算过去了，后边又有几天暖和的时候了。天气一暖和起来呢，像这种塑料薄膜里边，中午的时候太阳一照就会有很多的水滴，这个时候就需要把塑料薄膜给它打开了。咱们来看一下之前贴着塑料薄膜在霜冻的时候被冻起来的这些小青菜，现在化了，天气暖和了，已经能看出这种严重冻伤的痕迹了。我来暂时先把塑料薄膜给揭下来。这个菜床当时我记错了，里边没有盖无纺布，是盖了2层的塑料布。当时应该是这个无纺布太破了，就没有盖。看看这刚揭开之后，这叶片上边全都是水。这边的红菜苔的叶片也是有一点点的冻伤的，这都是贴着塑料薄膜的部分。像里边没有贴到的，看看这些就是毫发无损，完全没有问题。这红菜苔也是，里边的那一层如果盖的是无纺布的话，它叶片上边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水，挨着无纺布的部分被冻伤的几率也会小很多的。
无纺布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在这种特别冷的天气过了之后，我们只要把外层的塑料布给它揭下来，里边无纺布还是可以保留的。因为像现在的天气，通常都是白天热，晚上还是有可能会特别冷的，所以还是要盖回来。把无纺布放在那儿呢，就会省了很多的麻烦事儿。无纺布你一直盖着它呢，也不会像这种塑料布似的，中午太阳一晒就有好多的水滴，晚上气温一下降就会冻到蔬菜的叶子。来看看这个菜床，这个双层保暖我们做的是里层是无纺布，外层是塑料布。这边是我们没有砖头了，用这种大葫芦还有花盆给压住的，把它移开，我就把塑料布揭下了，无纺布还继续盖着。你看里边盖上一层无纺布，这叶片上就没有多少水滴。这里边被扒过外皮的娃娃菜长势也是非常的好。再来瞧一瞧这耐寒蔬菜里边最不耐寒的芝麻菜的生长情况，看看在无纺布和塑料布的2层保温下生长的相当的不错，零下2、3度一点问题都没有。这边的茴香被盖起来之后，一下子也是长得快了好多。看外边有一层塑料布盖着，这无纺布都已经湿透了，所以外边的塑料布还是要在中午的时候给它揭下来的。这无纺布呢，一晒很快就会干掉。要是愿意的话，如果也有特别多空闲的时间，我们在将近中午的时候，也可以把无纺布给它揭开，让小苗照一照阳光。到傍晚的时候，再把无纺布给它盖回去，直到天气特别冷，比如说又是有零下2、3度的时候，再把塑料布给它盖回去。我们呢，基本上在这个季节，无纺布呢就不会再揭开了，塑料布通常中午的时候都是要揭开的，除非天气特别冷。这韭菜也是一样，塑料布我们就完全给它揭掉了，就只需要盖无纺布了。再来看看这些在霜冻的时候表层也被冻成冰块的芥菜和雪里红，这些应该是比49菜心抗冻能力强多了，恢复能力应该也会强很多。看看怎么样了。来检查一下这些叶片，不管是里边的还是外边贴着塑料布的部分，被冻成冰块之后，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一点也看不出曾经被冻过的痕迹了。时间检验之后呢，这些菜的耐寒抗冻能力应该就毫无疑问了吧？这些菜完全可以算是名副其实的耐寒蔬菜里边最抗冻的品种了。其实像这些芥菜，它的叶子大，像雪里红，它的叶片小，理论上说，雪里红的抗冻能力应该是比芥菜还要强的。小叶片嘛。其实像树木也是，那些耐寒的松树、柏树都是细叶、针叶的，而那些阔叶呢，通常都是不太耐寒的。这也算是自然界的一个常见的普遍规律吧。最后再来看看羽衣甘蓝，这些是采收之后剩下的部分了。你看几天前我们采收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太多的这种虫眼的痕迹，盖上塑料布里边暖和之后，这菜青虫很快就活跃了，好多的菜叶子上面都被咬出虫眼了。这就是最明显的菜青虫的痕迹了。哦，找到了，菜青虫在这儿呢。看着还大口大口的吃着菜呢。如果持续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它们啃食这些叶片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像这种虫子从很小长到很大，只需要1、2天的功夫。感觉这些虫子它们的存在就是每时每刻都在那儿不停地啃食叶片。我把这片叶子给摘下了，连叶子带虫子一起都喂鸡了。哦，还是有一只幸运的鸡发现上面有虫子给吃掉了，最终被它给抢走了。有朋友在我们前面视频的留言里边会问，怎么样种好这些耐寒的小青菜，比如说怎么样种好羽衣甘蓝呀，种好樱桃萝卜，或者是这些小芥菜、小油菜之类的。其实种好这些小青菜呢，和种好其他的菜都是类似的，无外乎就是4大因素嘛：气温、光照、土壤还有湿度。其实关于种植，我以前的视频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这里就重点再说一下气温吧。像这种耐寒的小青菜呢，一般都是春秋比较凉爽的时候种植比较合适。像我这地方呢，春天的时候大概是在4、5月份的时候种植比较合适。如果有保护的话，有些菜甚至可以早到3月份，3月中下旬种植。秋天呢，是从7月的中旬到10月的上旬都可以种植，一般比较好的时机是在8、9月份的时候。秋菜如果种太早的话，有2个缺点：一是说天气太热不容易发芽，第二就是虫害太多。
你要是种太晚呢，发芽呀、虫害问题都没有，但是长势就太慢了。不过要是盖上无纺布的话，那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当然，很多菜像是菜心、菜苔、白菜、娃娃菜、莴笋、油麦菜这类的，也可以选择在室内提前育苗，育好苗之后再一颗一颗的移栽出来，这样的话长得会更整齐一些，而且种植的时间也会更灵活。大家看我很多散播密植的菜，种的还是相当的密的，这其实取决于你种植的目的。像这种种法的话，就能吃到特别鲜嫩的这种小青菜。这很多菜呢，你种的稍微密一些，将来可以见苗，长大一些后呢，也可以把一部分苗挖出去移栽。像这些菠菜，我们就给它挖出去过一部分移栽。大家看我们这些小青菜呢，基本上都是调播密植的。调播密植就是要提前给它搂沟，我们大概沟与沟之间的宽度有个15到20厘米吧。然后在撒种子的时候就完全靠手感了，掌握好速度和节奏，从沟的上边撒过去。之后给盖上一层土，土刚好盖住种子就行了。种子要种得浅浅的，这样才容易发芽。特别是像生菜、莴笋、油麦菜、芝麻菜这类的，你要是把土给它盖得太深了，那就很难发芽了。种完种子之后呢，要勤浇水，不能旱到，当然也不能浇太多的水，保持土壤的见干见湿的状态就行了。直到小苗长出3、4片针叶，那个时候就比较灵活了，因为小苗已经足够强大了，你多浇点水，少浇点水都不会对它造成太大的影响了。我们这边呢，秋天的气候还是非常适合小青菜生长的。我感觉种起小青菜来还是很容易的，也不需要费太多的力气，轻轻松松的就能有很不错的收获。关于调播种植种子呢，如果你的经验不是特别多，手感也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把那些细小的种子和一部分沙子混合起来，混合均匀之后，然后再用调播密植的方式去撒。这个时候你种出的种子，那它的间距就会好一些，不用太在意你的手感还有技术了。再过来看看樱桃萝卜现在怎么样了，也是先把无纺布打开一些。这樱桃萝卜呢，在零下3、4度的时候，如果给它盖上无纺布，这种温度对它来说简直就是小意思，不值得一提。这埋在土里边的萝卜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有朋友留言说种樱桃萝卜种太密了，就只长叶子不结萝卜。但是看到我种的樱桃萝卜也是特别的密，都是这种散播密植的，但是也结了好多的萝卜。想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可能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吧。除了刚才提到的气候、光照、土壤、湿度等条件，最重要的一点可能还有肥力。大家如果看我以前的视频，我们一般在播种之前都会撒一些有机的鸡粪肥，并且会混一些堆肥土进去的，这样能保证它的肥力，还有保证土壤的这种湿润蓬松的程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气温了，得在8月份之后，天气慢慢变得凉爽了之后，再采用这种散播密植的方式。否则如果天气太热，气温太高的话，那你种的又特别密，那显然就会只长叶子，很难生出萝卜来了。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如果种植的经验不是特别丰富，种植的这种感觉也不是特别好的话，那还是尽可能的种的稍微的稀疏一点。如果不小心种密了的话，也可以采取间苗的方式，间掉一部分苗，这样的话你就能绝对有把握能有这种萝卜的收获了。其实像萝卜呀，还有很多十字花科的蔬菜，种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尤其是种子发芽的情况会比较好。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生菜类，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不能盖太厚的土，但是像萝卜呢，你深点浅点通常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其他的十字花科蔬菜那种原粒的种子，包括芥蓝、羽衣甘蓝之类的，也是类似的情况，都是很容易发芽的。我感觉现在好像是有什么虫子吃我这些水萝卜了，估计大概率又是蜗牛或者是鼻涕虫。要是不盖无纺布呢，这种冷天气，蜗牛啊、鼻涕虫啊，还有菜青虫都不是特别的活跃。但是盖上无纺布之后，所有这些虫子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了。我等下还是把无纺布盖回去。这个季节呢，即便是有点虫害，伤害也不大，基本上就不需要管它了，不需要处理。刚才提到了种子种植盖土的厚度，像生菜类那些看起来就很扁平、干燥的那些种子，大概率都是要盖浅的土的。种子种植的要尽可能的浅，像那些小圆粒的十字花科的蔬菜，可能就稍微的深一点，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也不能太深。
不过像豌豆、雪豆、毛豆、蚕豆，还有其他的豆角或者是玉米类的，那这些种子种植的深度呢，整体上来说还是要稍微的深一些的，多盖一些土，大概是2到3厘米的厚度吧。看种子的大小，如果种子个儿小，就大概是2厘米；种子个儿大，比如像蚕豆那种，那大概就3厘米。大家在用种子直接种菜的时候，如果也遇到种子不爱发芽的情况，那可能就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了。一是刚刚提到的，你播种种子的深度是不是太深了？因为大多数的种子都是你浅浅的盖上一层土，刚刚盖住种子，那就好了。第二一点就要考虑种子的质量了，还有就是是不是年头太长了，因为很多种子，尤其是生菜类的，超过1年就不是那么太容易发芽了，发芽率就随着年限的增长下降的。如果是当年新接的种子，那不管是什么种子品种，都是非常容易发芽的。第三一点就是要看你表层盖的土壤的本身品质是不是好。这些土壤呢，我们肯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让它疏松、保水保湿的能力比较强。我们要保持种子周围一直是这种见干见湿的状态。其实我以前也介绍过，在用种子直接散播种植的时候，如果表层盖的土是用泥炭台、堆肥土和原土混合的土盖在上边，那种子的发芽率就会高出一大截。那种情况，你哪怕是新手种植也会有超高的发芽率的。如果你要是用那些黄泥土或者是比较干的土覆盖的话，那发芽率就会大打折扣了。今天呢，又啰嗦了很多关于种植的内容和感受，也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大家对这类的话题是不是感兴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麻烦点赞支持我们一下。很多朋友的种植季可能到现在就已经结束了，也到了放松的时候，可以开始为明年做一些考虑了。